那裙子是雅儿，这对狗男女竟然以画传情。我们白天所说的事情是不是可以继续呢？不过，和你合作的人不是卓夫，是妾身我。夫人，请恕下官说句冒昧的话，夫人身份固然尊贵，可是……哦，我明白。虽然妾身并不是知县，但是我也可以做知县大人做的事情，而且别人是感觉不出来。会认为也是知县大人所做的。夫人的意思是，就算没有卓夫的合作，你和徐伯仪之间也会斗得水火不相容。但是你想想，既然这样子，何不让妾身助你一臂之力呢？好，既然夫人您这么爽快，那我们就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这幅画呢，是画家王希孟的作品。此人呢，受过徽宗的亲自点拨，所以画艺精湛。真的是真迹啊！他的传世佳作真的没有几幅了。没想到一点使的家里竟然有这么一幅。那夫人既然喜欢的话，我就把这幅画送给夫人呗。啊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这幅画如此珍贵，妾身怎么能收下呢？没事。哎，我这个人呢，其实也不太懂画，能把这幅画送给真正欣赏的人，不是更好吗？夫人，您今晚找我合作，我很是感谢。如果您不肯收画的话，那就是看不起下官喽。真的是太感谢了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哎，妾身也略懂水墨，不如现场作画一幅，就当是回赠给大人的，怎么样？好啊，早就听说夫人擅长水墨丹青，那下官就不胜感激喽。好。殿使大人留步，今日真是太感谢了，那妾身就先告辞了。夫人慢走。嗯。兰草图。老爷，你怎么能喝这么多呢？来来来，慢点啊。
对每个人都好，对每个人都好，是对每个人都好。老爷，你不敢做的，我已经帮你做了。10年寒窗，一朝及第，总不能让徐波仪那个卑鄙小人毁了你的大好前程吧？诸位乡亲百姓，知县大老爷不仅亲自准备了抚恤，知县大老爷还说了，要在驿路上立一块石碑，镌刻此次路难死亡者的名单，永远记住他们的功绩。多谢大老爷！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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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！多好的百姓啊！你稍微给他们一点小恩小惠，大家就感恩戴德。乡亲们，在南方，我大明将士正在浴血奋战，保障驿路的畅通，就是最大程度的保障我军战斗力。这些死难者理应受到这样的礼遇，因为他们是为国捐躯。另外呢，对于不测混乱、错点义夫一事，本县也不会宽恕的，啊，本县会责成相关人员，对此事一查到底。好，这个华大人说了半天，仔细一听那都是套话，连个期限都没有。看我来给他捞点干的。各位百姓，各位乡亲们，知县大人刚刚的那番话真是情深意重。那我就跟大家说点通俗的吧。户科的司隶李云聪呢，现在已经被罢职了，贬为了一般胥吏，而户科的全部胥吏呢，都将罚俸半年。主簿王宁负责户科，所以这件事情他也有责任。县城徐伯仪呢，对于错点义夫的事情玩忽职守，不愿意接受错误，所以他也有责任。官官相护的事情，在我们花大人这里是万万行不通的，所以花大人已经弹劾他们俩了。真是好官，而且，我们花大人还将上书自劾，敢于承担这次的责任。所以，还请各位乡亲、各位百姓继续支持本县，保证驿路畅通，减免朝廷的后顾之忧啊！老爷，之前是民夫误会了你，老爷您真是大大的清官啊！老爷，真是爱民如子的好官呐！发抚恤金。谢谢，太好了，谢谢，谢谢老爷，老爷您真是大大的清官，之前都是民夫误会老爷了。谢谢青天大老爷。你这是挟持民意，强迫本官。大人，您说什么呢？当时是您的意思说要一查到底的，下官呢只是把大人的意思传达给百姓。当然你也知道，百姓们呢没读过什么书，大人你又说的太官方，所以他们才听不懂吧？一派胡言，本县是不可能弹劾徐县城和王主簿的。他们二人要是结问起来，本县概不负责。不会吧？大人，您弹劾的奏折已经快马送到京城去了，还抄送给同仁府以及贵阳府，这白纸黑字摆在那儿。就算大人说是下官自作主张，您说徐县城和王主簿能信吗？什么？老周，把那驿站回执的文书拿来。哎，大人，大人您自己看，有您写的弹劾胡县县城徐伯仪记主簿王宁书，以及胡县县令花晴风自劾书，这可走的都是军意啊！看这个时辰，
离咱们最近的同仁府应该已经收到了。不可能啊！没有本县的印信，是不可能发出奏书的呀。大人，您再仔细瞧一瞧，这上面有您的印信啊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怎敢去欺骗军议以及朝廷？是这样的，知县大人的大印都是由妾身保管的，关键时刻我可以替知县大人做事情。你觉得到时候卓父一旦发现了，他会默认是他自己的决定呢，还是把妾身给揭发出来呢？殿试大人，你看一下，这2份弹劾的奏书有没有问题？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就盖上老爷的大印了。我已经看过了，没什么问题，只要夫人回家盖上印就可以了。啊，好。不可能的呀！哦，一定是他。你说这幅画挂在什么地方好呢？夫人，你好大胆子！老爷，你的胆子那么小，如果我再不胆大一点的话，那你说咱俩在胡县还怎么立足下去啊？你竟敢冒用我的名义上书朝廷，此事一旦泄露出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可是这件事情怎么才能传扬出去呢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以为你做的很隐秘，外人就不知道吗？妾身倒要请教一下了，如果老爷您认账的话，这件事情别人怎么会知道呢？如果真的有人会拿着这个奏书的笔记来问老爷，老爷就可以说是因为身体不适由妾身代笔的，除非老爷你根本就不想认账。这2道奏折递上去，本县和徐县城王主簿就彻底撕破了脸，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。那又怎么样啊？他们这些做下属的都不怕你这个上官，你这个做上官的还怕他们这些下属，那像什么话？我看你呀，就应该跟他们放手一搏。妇人之见，妇人之见。老爷，妾身的妇人之见就是，要么你就去找那个徐伯仪和王宁，你告诉他们说这个奏书不是你亲笔，祈求他们原谅你，然后再奏书一份给朝廷说明原因，让朝廷派人把代笔的妾身给抓走。要么你就应该和他们斗一斗，像个男人一样和他们斗一把。知县大人，知县大人何不痛痛快快地战胜一场？叶小天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勾结我的夫人，冒用本县的名义上书朝廷！这本来就是大人您该做的事。大人您不做，如果下官再不替大人做的话，那谁都没得做。你，大人，您才是胡县真正的百里至尊，我不明白你到底在怕什么。你有大义在手，认了徐伯仪也不敢公然和您作对。大人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下官，下官可以保证，此事如果成了，功劳全是您花大人的；若此事不成，大人，您尽可推到下官我一个人的身上。大人，老爷啊，甜不甜？老爷，老蔡是在传话，说是花知县以渎职失察的罪名，上奏书弹劾老爷您，同时将奏书内容抄报了同仁府和贵阳府。什么？备车！赶快备车！老夫要去驿站。是。老爷，哎。
我就说嘛，叶小天他不可小觑，不容轻视，可是偏偏提不起你足够的戒备。这下好了，这刚回来，他就窜到花清风上书朝廷，弹劾你我呀！哎呀，我们这个知县大老爷啊，他真的以为这个叶小天回来之后，他就有了屏障，不打紧啊，让他们折腾起来。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就算上报朝廷，也不堪言重，更何况我们有保障军资为戒的。如果是花清风上书弹劾，你当我就慌了？啊？我担心的是那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叶小天。这你和他交手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难道你还不了解他的为人秉性？这都说是咬人的狗不叫唤，可这叶小天呢，不但叫唤，那咬起人来他也是不含糊啊。哼，就算花清风和叶小天联手又如何？现在既然已经撕破了脸，那就明火执仗的斗上一斗。哈，看来徐县城是胸有成竹啊。胸有成竹不敢说，主意还是有的。大人您放心，这驿路上的义夫呢，多半是高黎两寨的人，下官都已经跟两位寨主打好招呼了，起码这两个寨子的人是不会闹事的。有叶殿试保驾护航，本官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怎么了？大人，花知县到了。花知县，快请过来。是。玉，来，让开，让开。卑职见过大人。本县正式宣布，鉴于徐国仪在修缮驿路当中犯下的错误，鉴于驿路对于朝廷物资运输的重要，从今天开始，驿路的一切事务由本县全权负责。周班头，哎，大人，小的在呢。你全面接手驿路修缮的管理工作。卑职遵命。你们几个回去吧。大人呢发善心，准你们3日假。回去以后沐浴更衣，3日之后来县衙门领命吧。卑职遵命。大人，现在呢，这驿路上的管理工作都已经交接完了，可是徐县城还不知道，要不要咱们去驿路上知会他一声？啊，不，找个人通知他一下就好了。你我还是先回县衙啊。哎，大人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一刻都不能离开驿站，哪怕是装呢，你也不能走，因为你现在一走呢，修建驿路的功劳还是会被徐伯仪给抢走。大人，你不想夺回本该属于你的权利了？万一我跟徐伯仪发生冲突，这个后果……县大人移驾驿站了啊！不。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花知县撤了我的职。什么？他和叶连使带了一批人马过来。哎，他们到这儿来干什么来？他们说要亲自负责驿路的修缮。
这个花清风是个缩头乌龟啊，哪儿来的这么大气魄？你别忘了，他身边还有一个叶小天。叶小天，叶小天，这个叶小天就是个无赖而已。我告诉你，在这种情形下，我随便使些手段，给他一个延误军资，我告诉你，这个罪名压下来，他有几个脑袋可以剁。这个叶小天是胆大包天，行事不按常法，他不可不防啊！大人，他们就要到门口了。呀！哎呦，这老夫还称病在家呢，我不能让他看着我呀！我从后门走啊！哎呀，大人，下官也请求回避一下。好，是。来，过来。哎呀，大人，走吧。哎，大人，进，尚有一线生机，要是退，可就前功尽弃了。哎呀，走吧。哎，人来了，别退啊。好，下官徐伯仪恭迎知县大人。知县大人公务繁忙，有事你就差人来吩咐一声便是，怎敢劳烦县尊大人大驾呀？走。南方战事一起，保证一路畅通呢，就是本县最重要也是唯一重要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本县必须要慎重。本县呢，觉着徐县城啊，操劳多日，非常辛苦了，所以呢，最好你还是先回衙门休息。从今天开始，本县亲自坐镇驿路。大人，下官觉得不妥。有何不妥？大人，下官在这里守了2个多月，对这里十分熟悉，而且和往来的将士也都是很熟悉。大人此时接手，岂不是要从头来过？如果一旦出现纰漏，也不是大人的本意吧？本县主意已定，徐县城不必多言。徐县城，因为保证一路畅通啊，是朝廷呢直接下达给我的公函。如果出了事儿呢，肯定我要负全部责任，所以我呀不得不慎重，是不是？还望徐县城啊体谅我的苦衷。既然如此，下官告退。本地诸族杂居，户籍混乱，在征调义夫的事情上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，伯夷正在思量如何解决。既然如此，你何不号召百姓按照中原习俗立姓起名呢？改姓易名吗？这可是百姓心系朝廷、接受教化的表现，必定上达天庭的。大小姐，移风易俗不是易事，百姓的脑筋恐不易转化。你可以安危并施，投其所好嘛。肯改姓立名，配合官府造册立籍者，
减免些税赋徭役。这不愿意的嘛，也不强求。重要的不是有多少人响应，而是由此可以看出，朝廷是民心所向，这才是关键。云聪啊，在。本官被知县赶了回来，你追随本官，不后悔吗？不后悔。卑职错过一次了，绝不能再错第二次。3姓家奴是官场上第一大禁忌，卑职愿追随大人一直走下去。有前途，可造之才。云聪，你放心，我定会让你看着叶小天倒下，我也会让你官复原职。大人有办法了。哼，一个叶小天，他算什么东西？对付他还用费劲吗？这道奏书是我和王主簿供你的，是要上达天听的。若天子采纳，那可是极好的教化。既然如此，大人为何非要跟那个姓王的共享呢？大人应当独自上书才是啊。快进去吧。云飞，是云飞吧？啊，陶陶，我经常听大亨少爷提起你，大亨少爷介绍我来这里做管家。你这是要去洗衣服啊？啊。我帮你洗吧。哦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吧。没事，我帮你洗吧。反正一块洗也方便，你先去忙吧。啊。李哥，请问县城大人在吗？嘘，在里间呢。县城大人自从被赶出驿站之后，心情一直不太好。一会儿你进去说话的时候小心着点。哦，知道了。大人，公函到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这县城大人莫非压抑太久，已经疯了？这里，走，快点！哎，你们来的正好啊，来的正好啊，张成啊，魏十三，那个通知户科啊，铺垫北城外到城内的官路啊，一定要修的那个平坦宽阔。还有啊，召集工匠把我们县衙粉刷一遍啊。是。吴佳玉，卑职在。通知户科，让他们遴选那个良善百姓，我们要举办一个盛大的欢迎活动啊。还有注意啊，要多选那些民族百姓，让他们届时呢要穿本民族的服饰啊。对了，让户科呀把咱本县所有的士绅通通找来，一定参加。那个李云聪，咱俩一会儿啊，你做一个公告，明天早上你要辛苦一下啊，
你要带上一队人马去趟乡下，把那些村寨的里正、保长都给我叫来。哦，还有那个高李两寨的寨主也都请来啊。呀，徐鑫呢？你赶紧去通知捕快啊，一定要加强巡逻，加强巡捕，要保障我县安全啊！那些什么流民、乞丐，通通驱离啊，不得有碍观瞻。大人，您不要太激动，您，卑职还是先带您去看看郎中吧。嗯，不是，本官又没病，看哪门的郎中啊？啊？是，大人您没病，您确实没病。那咱们去给郎中看看病，是吧？走，去给郎中看看病。走吧，大人。哎，大人，不，曲鑫，你是不是疯了你？我没事，我给郎中看什么？你们是不是以为本官疯了呀？啊？跟你们说吧，啊，本官的移风易俗那个奏折呀，被天子采纳了。哟，来看看，不日便会有钦差莅临我县官里，啊！恭喜大人进言天子成功！恭喜大人！好事啊，大人！恭喜大人！恭喜！来了，别敲了。哎，你谁呀？啊，麻烦你赶紧通报你家老爷，说我有10万伙计的事情要找他。你不报个身份，我怎么知道我家老爷见还是不见？你少废话，只要说是我们夫人来了，叶大人一定会见的。哦，明白了，夫人您请。啊，大人，我们夫人啊，我知道了，带这个姑娘去侧房休息一下。是。啊，叶典史。下官见过夫人。叶典史不必多礼，这次过来的确是有急事和你相商。夫人今天怎么没有穿男装啊？因为事情紧急，实在顾不上了。夫人先坐。嗯。叶典史，我刚刚得到消息，说徐伯仪跨过卓夫，直接上书朝廷，搞什么移风易俗，让老百姓改汉姓汉名。朝廷已经接受了这个提议了。你也知道，自胡县建县以来，一直政绩平平，朝廷对此颇有不满。如今徐伯仪跨过卓夫，直接上书搞这个移风易俗，这件事情可是让百姓归心、教化有方的大政绩。皇帝特别重视，已经派了钦差大人，过2天就要到达县城了。这徐伯仪还真了不得，可这万里之遥，一骑马匹拍过去，却人检测地心。是啊，你要知道，卓夫才是胡县的正印，他这样子跨过卓夫，如果这事情一旦促成的话，那我担心卓夫的前程可就完了。你的消息确实吗？那徐伯仪真的上书朝廷，获得天子首肯了？千真万确呀，大人。哎呀，咱们县衙就是个筛子，什么事都瞒不住。再说了，徐伯仪他自己也没有隐瞒呐。走，大人，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叶府。叶府，快点！快点！夫人，您不用太着急。其实这件事情呢，我早就知道了。啊？你早就知道了？其实下官一直在等着徐伯仪出招，没想到这就是他的后手。夫人，下官不仅知道徐伯仪会上书，而且还知道徐伯仪此举撇开了王主簿，而王主簿为此也极为恼火。王主簿是什么人啊？那可是地头蛇。再加上下官跟高李两寨的关系一向不错，所以只要下官跟王主簿联手，想坏徐伯仪的好事，那还不易如反掌？庶子，竟然背着我独自上书，
大人，徐伯仪让我们通知城内乡绅、山寨头领以及我们遴选的良善人家迎接钦差呢。您看，你让他说他去办吧。哎，好。你是？本人姓周，本县捕房捕头。这位是咱们县的知县大老爷。本县有10万火急的大事，快带本县去见叶典使。快点带路啊！啊，是，知县大老爷请。请。坏了，老爷房中还有个女客人，怎么办？知县大老爷到。所以，老爷怎么过来了？那夫人。不行，老爷要是知道我都没有跟他商量，孤身一人来找你的话，一定会生气的。而且深更半夜，我们孤男寡女的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看能不能给我找个地方暂时躲避一下？是。县太爷，这里。我和叶典使议事，你守在门口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好的，大人。大人。哦，大人，出事儿了！大人，出了何事？怎么着急？徐伯仪那个混蛋背着本县向朝廷递了一份奏书，说要搞什么改名易俗。朝廷委派的钦差呀，马上就到湖县了。大人别急，其实这件事情呢，下官早就知道了。其实呢，如今朝廷如此大动干戈，一旦下不来台，那么徐伯仪可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。叶典使有办法了？办法嘛，下官倒是有一个，只不过此法要拉王主簿一起，才更稳妥些。如果大人也同意的话，那明日一早，下官就去找王主簿，大家齐心协力，这一次一定要让徐伯仪鸡飞蛋打。怎么像是雅儿的手笔？真的是雅儿的画。那裙子是雅儿。大人，您觉得下官这个办法如何？那好，那既然大人也觉得这个办法好，那大人就先回到驿路上去坐镇。是，我是该回去了，下官送送您吧。叶典使，那就按照咱们刚才商议的去做吧。你我两家休戚与共，还望叶典使不遗余力。如果有什么需要妾身来协助的话，尽管开口。夫人您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不能让徐伯仪那个小人得逞。今天真的非常感谢，天色已晚，那妾身就先告辞了。夫人慢走。哎，大人，你慢点啊！你先在这儿等着，我回趟内衙啊，一会儿去驿站。是。夫人，夫人。是他，一定是他。小贱人！这对狗男女竟然以画传情，
一个是高山流水觅知音，一个是兰草看叶上看花。华清凤啊，华清凤，你做人做得何等失败呀！你做官无权，做男人连自己的老婆都看不住，没权没人，脸面也没了，你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世上啊？老爷，你回来了。老爷，老爷，你回来了。夫人，你去哪儿了？让为夫好找啊。啊，我去仓库了。我在家，反正闲着也没事干，所以呢，就去整理整理东西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叶典史找我有急事商量，我就下山了。既然下山了，就得回来看看夫人了。老爷，天色都已经晚了，你既然回来的话，今天就在家里歇息吧，好不好？一路上徐伯仪巴不得我出事儿呢。呵呵，我不了，还是回驿站吧，见到夫人就好。叶小天、王宁、徐伯仪，你们这些龌龊小人，我一个都不放过。哎，大人，去驿站。哎，好嘞。见过徐大人。钦差大人啊，即将莅临本县。来，这是修缮官道、翻新官舍的预算，50之前将款银拨付到位，不得有误。徐大人，这上面一没有县太爷的批示，二没有王主簿的签名，恐怕这不符合规定吧？不符合什么规矩啊？有一点你要给我记住喽，那个回文是礼部直接回给我的，钦差大人的迎接送往等一切事宜，自然都由本官全权负责。盛大欢迎活动，是不是春花秋月无情，春去秋来你爱无声。一开始像那个要去考试的学生，好，再开始，再看一眼。谢师为什么总是惩戒？演惩戒也多了，我没演过这种县衙的老婆，太像个花了。真难言，家难辨，一路功名又何廉？不做好汉逍遥子的心愿。乱世纷纷扰扰，逐浪潮，我心自由起不到。万般恩恩怨怨过眼角，笑到最后见分晓。无处可逃跑，时间早已经写好，再挣扎。解开这命运的绑票，重生再造。乱世纷纷扰扰，逐浪潮，我心自由起不到。万般恩恩怨怨过眼角，笑到最后见分晓。无处可